夫人，你还见过他，看过他，冒过黑气。是你一声令下，让人将他打了20板子，扔在段府门口，无人照料，饥寒交迫，最终被活生生饿死。乔七，这是2年前。停，别打了！你是乔七吗？我是乔七。全杭州，京城中最好的大夫来人，赶紧将人抬到芙蓉院。母亲，你为何同着贱妇说话？母亲，他这80鞭还没挨完呢，凭什么就这么放过他呀？母亲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这，我打的就是你。来人，将段若书鞭打80。好，你不准打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这。我的女儿，是娘对不起你，伤害你的人娘绝不会轻饶。上一世，段若书见色起意，要强迫乔七。你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你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整个段家都是我呀！娘，可是京城负伤之女，你就从了我吧！放开我！就从了我吧！有什么有什么？这行，你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姐，他！贱人，你敢伤我夫君，我让你偿命！娘，你看，他，来人，在将此女子鞭打80，拖出府去。怎么样，夫人？多谢夫人帮我。你这么多年是怎么生活的？我是你母亲，旁人把你从我身边弄丢了，娘太傻了，没保护好你。往后你同娘一块生活，娘不可能也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。我的女儿好好的，但凡有人欺负你，娘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七七，你看看有没有称你心意的。往后啊，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，不管是稀世珍宝还是奇珍异玩，娘都会满足你的。今天起啊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下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往后啊，娘会一直陪着你。我还有一个孩子。那也是娘的孙儿，咱们一块生活。可是七七，这孩子的父亲并非好男子，你们和离可好？他已经没了踪迹，我很久以前就不知道他去哪了。这男子岂敢，居然抛弃我的女儿，连亲生孩儿都不顾，当真是个烂到骨子里的臭虫。没关系，咱们接孙儿回家。孙儿叫什么？住在哪里？叫小石头，住在东桥村里董二婶家。好，娘这就接小石头回家。这是我母亲的车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你是小石头吗？我是小石头。我替别人养孩子养了10几年，
他们享受着荣华富贵，而我的孩子却在这破旧不堪的地方苟且偷生。我是外祖母，跟外祖母回家可好？外祖母？外祖母就是你娘亲的娘亲。我娘亲的娘亲就是我外祖母。那我娘亲呢？你娘亲现在在外面，要不要跟外祖母去见娘亲啊？好，走。小姐，马上我的亲戚，刚出炉的大包子，皮毛馅的。您连续几天都很晚回来，我想你。都是娘不好，让我的孩子外孙受如此大的苦难。娘，这不怪你。你能不能轻点儿？母亲也真是的，对自己的亲儿子下那么大狠手。哪有他这样的亲娘啊？孟娘眼子夫君莫气，母亲向来心善，忘记了轻重，才会联系那些可怜人。方才我去买药时，看到他带着那女子一同走了，不知去了何处。管他呢，不过就是一个下贱之人罢了。此话不错，不过母亲向来心善，却也不至于糊涂。你也别多想，好好养着身子便是。他联系旁人，怎么不联系他的独子？还派下人打我？夫君莫不是糊涂了？母亲出身京城，向来有见识，除了今日对你稍加严厉，从前不都是万事顺着你？她最疼你了。她是我母亲，她不疼我疼谁啊？以后可是要仰仗我这个独子给她养老送终呢。她没朱姨娘关切我，又没祖母宠爱我，等祖母过2日祈福回来，见我这样，定要母亲给我个交代。是，祖母一定会给夫君做主的。大少奶奶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告诉他们，我今日累了，要早点歇息。是，报仇是早晚的事，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上天给了我机会，也不能是为了让我解一时之气。如今我有了女儿，有了外孙，也不可冒失。听下人说，老夫人朱姨娘从寺里回来了。好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回来了。对了，让你查的人和证据呢？都已安排妥当，全都已经关在后院了。你现在就敞开芙蓉院，恭候我这位婆母。是。秦满月，见到婆母不平不跪，我看你是真的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你怎敢如此对我不敬？就不怕我儿回来休了你吗？小石头莫怕，来人，将小公子带下去。是，公子，我们走。他是谁家的孩子？我家的。你竟敢如此对我说话，你要造反不成？难道母亲还不知，这孩子当唤我一声外祖母？这孩子怎么会是你的孙儿？你只有一个孙儿，就是齐儿。虽然他生下来便已夭折。老夫人说的是，夫人，你不该认那个野孩子当孙儿，更不应该直面无礼于老夫人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打他，你打他作甚？一个卑贱的妾，我打他怎么了？你就不怕我儿回来休了你？休了我？是我不要你段家，不要他。真是疯了！我儿正在京城科举夺魁，将来是要封侯拜相朝中大官的。一介商户之女，竟然与我段家和离，你真是疯了！你疯了！既然段伯辉不在，母亲便早早替他签了这和离书，省到儿媳今后行不孝之事。母亲不是一直说，觉得儿媳商贾之身，有碍夫君的仕途之路？那从今天起，段家
再也闻不到一点铜臭之气。你，母亲只是在与舒儿玩笑，对不对？你父亲夫妻恩爱，便有了舒儿我。虽然舒儿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，但你也是做过祖母的呀。而且，母亲怎么突然开私的玩笑啊？我怎配当你的母亲？母亲，您说他是谁的种？自然是你的儿子。10月怀胎，生下的便是若书。啊，是我儿子啊！自然是你的儿子，也只会是你的儿子。母亲这是说什么呢？舒儿怎么可能不是您的儿子？母亲怎能如此说呢？啊！你竟也早知道我不是你母亲，只我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。是有这些年，你又何尝真的对我好？你的母亲另有其人，是吧，朱姨娘？这几日我才得知，当日我诞下的并非是男婴，而是个女儿。母亲说一说，我怎么会有儿子呢？是你连同朱姨娘把他丢在山里，让他流落在外，受尽了委屈。你为什么要丢弃他？丢了他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他也是你的孙子，也是段伯辉的女儿，你怎么如此狠心？他还活着，是死是活，你就不知道吗？胡扯！你不可能有女儿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便是若书。来人，将朱姨娘拿下！来人，将朱姨娘拿下！是。秦满月，你这个绑他，有何不敢？让这些证人都说一说，也让母亲大人跟朱姨娘好好回忆回忆18年前发生的事儿。夫人，我是当年的稳婆，是老爷和朱姨娘拜托了我，让我趁着您生产昏迷的时候调换2个孩子。朱姨娘命我将那孩子带出段府处置掉。我本想掐死那孩子，但在山中碰到群狼，就扔下孩子偷跑了回来。胡扯，都是胡扯！是你们2个贱人，竟然敢诓骗我们母子！我不是朱姨娘的孩子，我是母亲的亲儿子。我不是我。母亲今日便替段伯辉签下这和离书吧，我要与他和离，往后段家也能好好过日子。我绝不会签下这和离书，我段家只有休妻，没有和离一说。舒儿就算不是你的儿子，他也叫你一声母亲，你难道连庶出的孩子都不能容忍吗？好，那便签下休夫书吧。疯子，你真是疯子！你自己生不出儿子，我段家给了你一个儿子，你竟还不知感恩，唯你婆母！难道你还想趁着我儿子不在，你杀了我不成？杀了你！若你不是我女儿的祖母，我早就想杀你。你要想清楚，今日你不签，我就会杀了朱姨娘，还有你们段家的孙子。他们现在都在我手上。不可，不可！哼，现在可没有我不敢做的事儿。放过我孙儿，你放了舒儿。母亲，签还是不签？说我签了，那你的嫁妆？签还是不签？我签，我签。居然如此顺利，前世竟被这些纸老虎诓骗了一生，何其可笑！我现在已经签了，放了舒儿。朱姨娘谋害子嗣，
府上的丫头婆子都是帮凶，段家的大少爷强抢民女不成，对其痛下杀手。来人，将他们都送到衙门。你个毒妇！你个毒妇！我儿在京城当大官，你就不怕他回来？你就不怕他？我倒怕他不敢来。我们的恩怨才刚刚开始。快走！走！下一个就是段国辉，上一世他的官职都是我戚家花钱给他买的，瞧不上商户人家，可又处处仗着自家的财力，虚伪至极。和段家的仇怎会这般潦草就结束了？但当务之急要回京城，前世父亲是突然病逝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夫人，听闻出战北狄的恒王今日大胜归朝，这马车不可入内。先把马车停到一边，等会再走。看，恒王回来了。咱这恒王是当今圣上第3子，生得容貌最佳，俊逸斐然，身量极高，3岁识文断字，5岁拿剑持枪。据说皇后娘娘已经开始准备恒王的选妃之事了，就是不知道哪家的姑娘能入得了恒王的眼。天空的我看我，哇，好帅啊！母亲可曾见过他吗？母亲离开京城时，恒王也就是个2岁的小皇子。他声名在外时，母亲尚在宁燕城呢。好帅啊！好帅啊！气好帅！好熟悉的背影。为你守着在云海，这背影一眼眼熟。说尽了千帆，只为沧海，手中传世着。父亲母亲，女儿不孝，回来迟了。满月，你让为娘好等，快起来！你们都快起来！还知道回来呀？这孩子可是若书的妻。父亲母亲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你们的亲外孙女。什么？什么？哎，这可怜的孩子，你怎就如此命苦？都怪你的糊涂母亲。当初就应该阻止你跟他。不怪母亲，是女儿一厢情愿，只能认命。好孩子，往后你再也无需怕了。你来了戚家，便是回了家。我与你外祖父，便是拼了老命，也要为你们谋一份安定，不会容许任何人伤害你们母女。谢祖母。既然已经回到家了，就不要再想其他的。以后戚改姓戚，名戚，9字真妻的妻，入我戚家家谱，为我戚家少主。自然，我的女儿自然要姓戚，和她段家毫无干系。哎，这小家伙叫什么名字？叫小石头。好你个戚满月，你自小读了不少书，就不能给他起个体面的名字？女儿不是想着就要回京城了，这曾孙的名字还是要长辈起的。知薇，还是你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是手父在手，故一身自身。世通时，便取一个世字吧。好，以后我这曾外孙便叫戚氏，我戚家后继有人了。看谁还敢说我戚家是绝户，偌大的家产无人来继承。我女儿孙儿都回来了，曾孙儿都有了，看谁以后还敢小瞧我戚家。父亲，他无碍，我为他诊治过了，不过是受了寒，喝几副药就能好了。前世父亲便是突然病逝，父亲死后，母亲才察觉父亲是中了奇毒，紧接着郁郁而终。母亲，您再好生给父亲把把脉吧，如若不是简单的伤寒之症，也好及时就医。女儿心疼你，过来再把一把脉。麻烦。你们多虑了，无妨。你父亲怕是比你的身子都要好。母亲，
你看看，再看看。臭丫头，你就盼我出点试试吧。香，外祖母，祖父身上有断心草香。孩子，你说什么？断心草？断心草无色无味，你外祖父怎么会？母亲是说父亲中毒了，是被人暗害的。断心草是这天底下最贵最难寻觅的，要害你父亲的定是早有图谋，中此毒之人多数殒命。那父亲……可此毒并不难治，只要提前发现，1碗药就能化险为夷。七七，你怎知道外祖父种的是断心草啊？我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有幸见过断心草，闻过一次，就再也没有忘记。可这草本是无色无味的，你如何闻的？我的嗅觉从小也比旁人灵敏，能闻得出断心草。外祖母一身医术，你有这本事，可愿意跟外祖母学医？我愿意。太好了，明日起跟在外祖母左右学医。你母亲是个医混子，你定比她强。我女儿自然比我强，不过是谁要害父亲？我有法子，我能闻得出谁碰过断心草。孩子，过了这么久了，你能闻得出？祖母，您前几日是不是碰过梅花？没错，正是4日前我去梅林。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可是日日沐浴，还能闻得出？我只能闻得出5日之内的，旁的就再闻不出了。这就够了。我的外孙女真是我戚家的福星啊！满月，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，就是生下了七七。或许不是府上之人所为，是大伯一家，咱家的远房亲戚，和外祖父为同乡同宗，他家境贫寒，暂住在这儿。你喊表舅舅便是了。即使是表舅舅，也应该查一查。是该如此。今日有家宴，他们会选来，到时你可分辨一二。伯父，满月妹妹回来，我本昨日要来拜访，想你们许久未见，故而未敢打搅。一家人不要那么客气，我来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外孙女满月的亲生女儿七七，她将来是要继承我戚家产业的。什么外孙女？那段若书呢？段若书是谁？我家满月生的一直是女儿。这死老头子和我装傻。段伯辉和我说生的是儿子。你把这断心草下在老爷子的饭菜里，只要无色无味，不出半年就能让他悄无声息的。还是你够狠，难怪当年能哄得戚满月远嫁京城。我们说好了，等戚满月生了儿子，戚家的家产我们一人一半。好。那再怎么样，段伯辉的孩子应该姓段。什么狗屁段家？满月和他段伯辉和离了，戚家就与段家再没什么关系。是，伯父说的对，就该姓戚。舅舅，给你满上。谢谢七七，这孩子真好。来，我们走一个。哎，这孩子真好啊！来，吃这个。娘，就是他。娘，找到了。是谁啊？韦氏。上一世就是他介绍我与段伯辉相识，撺掇我嫁给他。嫁到远离京城10里外的段家，原来竟是藏了这心思，
还想要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，设计我远嫁，顾及不了京城之事，娘会查清楚的。娘，可趁他们不防备，在他们那里搜寻一下，再定他们的罪。要是他们真有贼心，怕是还有旁的把柄。好，即日起，严令七二爷一家不得出入。你去七二爷家仔仔细细的搜，任何角落都别放过。是。这一世，谁敢动我家分毫，我定让他付出惨痛代价。走这边，走，还有那边，看这边，都搜到。那边，走这边。咱们给老爷子下的药，该不会已经被察觉了？不可能，这药可是无色无味，唯一接触过这个的婆子都被我藏起来了，断不可能被发现。在没确认之前，赶紧想办法藏起来。走。二爷，夫人有令，你俩不能离开这里。狗奴才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谁不认识你啊？不就是我家老爷接近的穷亲戚，真当自己是这戚家的主子了？混账，狗玩意儿！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我是戚家的侄子，我姓戚，往后整个戚家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好侄子。以后如何？戚家如何？你是不是想说往后整个戚家皆是你的？不，伯父，侄儿并非此意。承蒙伯父照顾多年，若没有伯父，就没有如今的我。侄儿生死皆由伯父做主。若伯父让我去死，我绝对不会犹豫半分。伯父，你不能因为侄儿一句话就不信任侄儿了。信任？你等涉嫌谋害戚家家主、贪污钱财、谋财害命，我等夺命抓捕，不可违背。伯父救救我！我没有害你，哼！我把你当父亲，像亲爹一样对待，怎么会害你呢？一定是有人害我，有人陷害我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屋内含有毒药，这么多年，你贪我家银两无数，害了数人性命，你怎能无罪？你闭嘴！都是你！你一介女子，嫁了就嫁了，为何回来和我争夺家产？我姓戚，就是男子，戚家的东西全部都是我的。哼！你这个混账的东西，敢羞辱我的女儿！那是我打拼下来的财产，是我女儿的，与你何干？我是看你可怜，供你流落街头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不知感恩，反而下毒加害于我，何等歹毒！哈哈哈！你生不出儿子，我认你当干爹，你居然不愿意！一直以来，你都把我当外人，当下人，我为何要感激你？有儿子不要，偏偏要他这个赔钱货，你就该死！没想到你那么能活，断心草都毒不死你！畜生！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！你谋财害命，罪恶至极。不过你一介草民，从哪儿来的断心草？若你供出幕后之人，或许我还能为你求情一二。呸！你个下堂妇，你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还想知道背后之人？不妨告诉你，所有人都盼着你死，戚家就算不是我的，也早晚变成别人的囊中之物。伯惠的孩儿怎么能成庶子呢？庶子如何继承家业？段家毫无银钱继承下去，这些年一直都是靠我的嫁妆支撑，难怪上一世段家会那么说。看来下药这一事和段伯辉脱不了干系。官爷辛苦，此人已经认罪，他图谋我戚家产业，望秉公处理。戚老爷，我这就将此恶人抓入衙门，听候发落。再走，走。父亲，没必要为这样的人伤心。好，戚家的产业不一定要男子才能继承，女子亦可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来，请。段兄可是我们直中家世最好的。往后发达了，可不要忘记我等啊！
哈哈哈，那是自然，兄弟情谊哪里敢忘啊！哈哈哈。哎，段兄曾说家中无人为官，可这一出手就是50两，难不成段兄家是商贾？哎，怎会呀？我等均为读书人，怎会和卑贱的商贾人有所牵扯？啊，我家靠的是祖辈留的产业，从前祖父在朝为官，存了一些积蓄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看来那传言有假呀。传闻？啊？什么传闻啊？啊，说段兄之妻乃是京城有名的戚家大姑娘呀。唉，怎会如此啊？若真是如此，我怎会又同诸位一起住在了城郊外呀？我就说，段兄与那戚家毫无关系，那戚家只不过是商贾之流派，唯利是图，犹如斯文。段兄高风亮节，岂会与那商贾之流和亲啊？前几日听闻了一桩关于戚家的传闻，说是那戚家所嫁的夫婿的。秦兄，莫要再谈及戚家了，这里可是明月楼。我等谈论戚家之事，若是被有心之人听到，被参了一本，岂不是？段兄，若非您说，我还真是迷糊着了道。来，段兄，我再敬您一杯。好说好说，来，喝酒。我再敬你一杯。有请。来，得赶紧回家，让戚满月掏钱，给我在京城买个官职，不然就要被分到穷乡僻壤去。哎，吃！满月，你可知今日进了姓把，段伯辉中了贡士，他应当还不知晓你回到城了吧？母亲放心，他不会来戚家的。现在他中了举，要面见圣上，巴不得跟我们戚家没有半分关系。七七呢？可要让七七见见他。七七是我们戚家的，跟他们段家有什么关系？自然，七七与他再无关系，她只会是你的女儿。她考上了贡士又怎样？有多少贡士被分配到了天南海北为官，一辈子都回不了京城。他回不了京城。段老爷，哎，段老爷回来了，段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你可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母亲、夫人、孩子呢？他们现在在何处？都回段家村了。您这宅子这不是段家的了。好好的大院子不住，戚满月是疯了不成？还有，您的儿子段若书现在牢里关押着，过几日就要问罪处决了。什么？我的家没了？我儿子还入狱了？听说这宅子本是戚夫人的嫁妆吧，他给卖了。肯定是那逆子惹了大祸。戚满月为了赎回那个逆子，将宅子变卖了。公子强抢民女不成，将其杀害。我就说都是那个逆子，都是他。我的大院子，我的银子，我的官位。那我夫人变卖了宅子，还是没能把我儿赎回。戚夫人并没有赎贵公子，您已与戚夫人和离了。戚夫人回京城娘家去了。你胡说！我一直在京城，怎么会和戚满月和离？你简直一派胡言！段老爷，你可以问一下乡亲们，我怎么敢骗进士老爷呢？是你娘做主和离的，官府文书都过了，你与戚夫人已无关系了。进士老爷，别讲这些了，赶紧想法子救你儿子吧。若是晚了，怕只能收尸了。是啊，这么要紧不是？其他的事往后再说，人命为大呀。他是疯了不成？戚满月为什么会同意？
戚夫人真有儿子吗？是啊，我怎么听说段大公子不是戚夫人所生，而是您妾室朱氏所生？他怎会知晓？他给我生儿育女，满心满眼丰收。如果这样离开，不会的。为了段家的血脉，我委屈一下。娘，都是孩儿的错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老爷，戚满月陷害我和若叔入狱，我激你才侥幸逃脱。老爷如今进士及第，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呀，竟将换子之事告诉了戚满月，你是疯了吗？你，若非是你，我们家怎么会沦落到如此的下场？好了，现在哪里是你教训人的时候？想法子把若叔救出来是正事，他可是你唯一的儿子。要放心，我会想法子的。你现在回来了，家里也算有了主心骨。他戚满月离开了，并非是一件坏事。什么？他戚满月嫁到我段家20余年，就生了一个女儿，期间你多次科举都落榜，现在他走了，你当即中了进士，这不说明他戚满月与我段家是个祸害吗？看来我原来都不中，都是被戚满月克的。好了，儿啊，你现在想法子把若叔救出来，我们一家就又是整整齐齐的，到时候一起去京城过好日子。想要在京城谋官，还得靠戚满月掏钱。等我到了京城，就能让他回心转意。娘，你放心，我把一些值钱的衣物去当铺换了些银两，我这就去托关系把淑儿救出来。然后我们一起去京城。好，我儿孝顺。戚满月，叫戚满月出来！就说他婆母来了，叫他出来迎接。我是你们戚府的亲家，你们若是敢撵我一头撞死在这儿！母亲，出来见见我们啊！我是女儿若叔啊！什么情况？哎，有点意思啊。这就是亲家吧？今日一见，实属难得。我儿伯辉近日高中，本来第一时间到戚府前来道贺，可惜啊，满月与家里人闹得不是很愉快。回了京城，我们来京的途中遭遇劫匪，身上没了盘缠，好些时日啊，没能吃个饱饭了。戚府是我们在京中唯一的亲家，对此前来叨扰。哼，你们段家人还真敢来！我们是亲戚，况且家里遭了劫难，我们在京中又没有住处，身无分文，你们不会是想见死不救吧？你们段家已和戚家断绝了关系，有官府通过的和离文书为证，居然还敢来我们府上闹事！段伯辉，你堂堂一个进士，竟领着一家老小到旁人家门口闹事乞讨，哼，你真是好大的一张脸！母亲，母亲，岳父，岳母，这是你写的？是女儿所写。这谁教的呀？竟写得如此之好。是赵恒，他的字很好看，所以我便跟着他学。好，真好。无人教导，却写出这样好的字，看来我女儿真的是很有天赋。母亲过誉了。可否把这幅字送给母亲？我要让外祖父、外祖母也看一看，他们定然喜欢。真有这般好？当然，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字了。那母亲拿去便是。
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段家人来了，在齐府门口闹呢。终于来了。岳父、岳母，都是小婿的错，伤了满月的心。满月也是一时生气，和我和离。我们夫妻20载呀，我怎么舍得和他分开呀？我离不开满月呀，岳父、岳母，你们多劝劝满月。我段伯辉保证，我以后绝不纳妾。若惹他不快，我家里唯独只有他一个夫人。没想到戚家这种在京城有头有脸的大户，竟然生出这般善妒的女儿。就是啊，哎，太可怜了，娶了这么一个善妒的媳妇儿。就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啊，那些多正常啊！戚老爷，亲家都在门口了，还不把人迎进去，难免失了礼数啊！就是啊，把人接进去啊！无耻！我女儿为什么和你和离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还在这里诬陷她，当真是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！大家来看看，他戚家仗着银子多，不把我段家放在眼里。他戚满月极度诚信，容不下继子。他戚满月就不配嫁与人为妻。娘，你少说些话吧。我儿对戚满月是用情至深了，你看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还不允许我说他一句不是。我真是白养了这个儿子，我真是白养了他呀！媳妇儿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和满月无关系。段伯辉，既然知道是自己的错，还敢舔着脸来，满月，满月，你终于肯见我了。看样子是身无分文跑这儿来了。段家这般胡闹，定是以为我还会像从前为保家中颜面，要么砸钱了事，要么把他们请进府里小心伺候。可惜，七七，你带着外祖父外祖母回去歇息，别染上晦气。父亲母亲同七七回去歇息吧。各位乡亲，想必定然疑惑，我妻满月为何与段伯辉和离？戚夫人讲讲吧，是不是正如段进士所说，戚夫人是因为嫉妒啊？月儿，段伯辉与我成亲不到1年，便纳了家中表妹为妾，我岂能容忍？照戚夫人这样说，有道理啊，这件事另有隐情啊。我在段家数年，唯有一子，我疼他，爱他，把他抚养成人，直到和离前，我才得知他并非我的亲生骨肉。还有这种事？戚夫人的孩子在哪里呢？这谁知道啊？我等着瞧，这戚夫人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才会和离。我听说戚夫人得知了女儿被害，便有些神志不清，选了个农女来当亲生女儿看待。真是可怜。经过多方打听，我才得知，我抚养长大的儿子，竟是小妾朱氏所生。而我的女儿，从出生那一刻，就让朱姨娘伙同婆母、夫君丢到了山里喂狼。没有的事，没有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那是我的骨肉。作为他的娘亲，我从未养育过他，我怎会跟杀他的仇人住在同一屋檐下？若是如此，我怎配做他的母亲？戚夫人做得对，这种敢杀亲生骨肉之人，简直不是人，他最好离开最好。就是天理不容。戚夫人莫要心软啊，此人险恶至极，最会隐藏。刚才我们都听了那段进士的话，他还进士呢。我看啊，就叫忘恩负义的段进士吧。就是，当真不肯原谅为夫了吗？段伯辉，
我只恨自己没早些认清你。现在想想，真叫人作呕。没报完的仇，我会跟你一起还。满月，满月，满月！来人，在，将他们一大家子人赶出去。是。满月，满月，你敢碰我！满月，满月，你放我！可看清他了？娘，你当时是如何看上他的？他怎样看都不好。娘许是被人下了降头，还挺有道理。他现在还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但是以后肯定会找你麻烦，你不必理就是了。必要的时候可以阴他一场。女儿明白。反正现在段家名声尽毁，想必也没脸待在京城了。爹，满月，快过来看！你看这字一撇一捺，有力顿挫，笔力雄厚，巧丽如钢，风吹枯树，笔断一连，如行云坠星辰。好字，好字，难得一见的好字。不过我怎似见过这字？难不成你比我还先见了七七的字啊？什么？这可是你亲外孙女写的。当真？七七识字？你看那墨迹还没干多久呢。我知道您老啊，除了经商，还喜欢收集一些字画。你倒是知道我，亏你还有这份孝心，那我就谢过七七。让外祖父见笑了。可是这字迹，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在哪里见过呢？来人，老爷，把这字裱起来，挂到明月楼最显眼的地方。三皇兄，你若真对女子无意，过几日选妃之时，便将好的留给我，寻些不好的打发父皇与母后，留在府中当个摆设也好。都给你。这字迹怎么如此熟悉？好似在哪见过。哦，皇兄，你的字，我记得你的字迹就是如此。太傅时常夸赞，还叫我等临摹过。难不成是你赏赐给这明月楼的？何时赏赐的？这幅字绝非出自我手，我从未写过。要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拿去利用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五弟，你先回府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模仿本王的字迹。不知爷叫我等何事？外头所挂手字是从何处寻得的？乃是东家带来的，说是极喜此字，并命我等挂在了门前。此字不卖，若爷实在……明月楼的东家是何人？大胆！我家主子是何等身份，且容你随意打量。回禀爷，这明月楼的东家正是戚家，那幅字正是家主戚老爷拿来交与我等的。戚，正是戚家。将那幅字取下来，命人唤戚老爷子前来见我。是。居然是恒王！草民见过王爷。这幅画你从何处所得？又是何人所写？回禀王爷，前线。前线？前线何处？前线宁远城。小女嫁入前线宁远城，而今刚和离归家。她知道我喜欢字画，在街上花100两银子，帮我买这幅字画来孝敬我。前线宁燕城，当初失忆前，我确实在此待过。这字难道是我自己所写？王爷，您看……起来吧。今日多有叨扰，给戚东家200两银子，就当本王买下这幅字画了。是。幸好没有说七七的名字，这阎罗恒王寻七七做甚？这以后得让七七换个写法。掌柜，我爹呢？
好熟悉的背影。月月、七七，祖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听七七说，张掌柜寻找你来明月楼见贵人，我担心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，今天爹爹还大赚了一笔钱呢。七七不是没来过这明月楼吗？祖父本应该带你们瞧瞧，但是无奈今天有事，那以后再带你们瞧瞧。那我们先回府。什么？恒王买走了七七的那一幅字？轻声些，隔墙有耳。待会儿我带着七七亲自烧了那些字。莫怕，我们未曾得罪恒王，他不会乱来。他为何要寻我？又为何要问那些字？他注意到了我的字，肯定是见过我的字，所以才认出我。我与恒王从未见过，也毫不相识。但是能和我写字一样的人还有一个人。谁？赵恒。我临摹的是他的字，可以说我们俩的字几乎一模一样。你是说恒王极有可能是那个混蛋臭小子？还有可能那就是恒王，便是赵恒，可怎么会是他呢？恒王会不会是那个无故消失欺负七七的那个臭小子？夫人，那怎么可能？查一查恒王3年前的踪迹便可知了。听闻这3年来恒王皆在战场，应该不是恒王。不过可以确认，恒王定知道那个赵恒的下落。女儿会派人打探的。我说过，一定会帮你查到那个混账，就算我跪在恒王面前，也会查明白的。你真的是恒王吗？三爷，您真信了那七老爷子所说的话？你觉得他可信？他所说的倒也真对得上，奴才倒有几分信了。可是奴才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七老爷子并未说真话。哦，三爷您心善，那七老爷子也是商人中少有的重情重义的善人。三爷，您是不想把他逼得没有退路？那三爷，您可是要奴才悄悄去查？派人盯紧戚家。是。府上今日有宴会，待会儿经过贵人宴会处，到时候低着头，莫要冲撞了贵人小姐。是。不知这位姑娘是七老夫人的何人？她呀，是老身的外孙女，也是我的徒弟，正在学医。她天赋极好，一学就会，往后必然会超过我的。那要恭喜七老夫人后继有人了。谢谢。那位是长公主的女儿，我这边带你们进去参拜一下。是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参见郡主。老身见过荣乐郡主。嬷嬷，他们是谁？这是女医者，来给长公主看诊的。崔思玉，你认识他们？是戚家人，与我家是沾些亲戚的。这是你崔表姨母家的小女儿，她的姐姐想拜我为师学医，可没学几天就回了家。如今这小女儿准备参加入宫选秀。就是你说的拜高踩低的戚家。郡主，这是长公主要迎的贵人，需要我等好生招待。母亲怎请了这些人来？七老夫人医术高超，长公主的好些病症都是七老夫人给医治好的。她是谁？回禀郡主，她是我的外孙女，也是一名女医者，成了我的衣钵。郡主，我这位表姐已然有了孩儿了。她从前是长在乡野，随便嫁了个农户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母亲说她也许还未嫁过人。若不是这个村妇横插一脚，如今能拜入七老夫人门下的，就是我阿锦了。他定是个不安分的生下的野种，瞧他那走路的姿势，他的孩子也不过是没有父亲的野种罢了。我也觉得，他定是怕别人议论他，他胡编乱说的。放肆！郡主面前竟敢胡言乱语！抬起头来，我看看你。
倒是生得好看。我三表哥最是俊美，你若没成过亲，没生过孩子，该多好！好看之人与好看之人站在一起才好。是恒王，恒王来了。琪琪，快跪！参见恒王殿下。往后不听那些人的鬼话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。那郡主和恒王也不是吃人的妖怪，况且我看这恒王倒像是心地善良之辈。我记得他，我怎么可能不了解他？你知道他？恒王，他就是赵恒。什么赵恒？东桥村的赵恒，小石头的爹。什么？就是那个跟你成亲消失不见的那个混账玩意儿？是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恒王那时在战场。人有相似，不一定是他。是他，他的相貌没变，气味没变，就连手上的疤都没有变。怪不得恒王要找字的主人。七七的字是他教的，他怎能不知？可他今日见了七七，他根本不认识七七。难道他是故意不认七七，故意要逃的？若真在意七七，怎会2年不归，留七七在东桥村一人，独自生下小石头，让他母子2人受尽苦头？他就是个不可托付的人。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全都忘了。他不记得了，是王爷又如何？他竟敢抛弃我家七七，绝非什么好人。可外祖父，我还是想找他问清楚，想问问他当年为何要抛弃我。荒唐！应该是这小子过来赔礼道歉才是。按原你来说，真要让七七去见恒王？见什么？我们戚家这般大的家业，留给他们的是花不尽的银元。但是遇见贵人，还是要给人下跪。你说的对，咱们总归是商贾人家，再有钱财也低他们一头的。今日在长公主府，我领着七七，便是见了人跪了又跪，生怕得罪谁。人总是要有个可靠、能够应试的依仗才是。咱们这些做祖父祖母、做母亲的，都得给孩子谋划道。行，但让我先派人去前线调查一番，不能贸然去见恒王。好。未来的新帝是恒王，恒王一直无子，不近女色。倘若七七没认错人，小石头便是恒王的子嗣，甚至是独子。七七与恒王之间，几位，七七和她丈夫的关系如何？原以为那赵恒会和乔七好上一辈子，谁曾想啊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。你说当初那么好的2个人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谁知道赵恒会跑呢？他那人可憨傻着呢，家里重活包揽着，就连洗衣的活都抢着干。对呀，都知道他们小2口恩爱着呢，都是正年轻，压根不知道避讳。那屋里不隔声，夜里有起夜的都能听到里面的响动，那叫一个年轻气盛。若说赵恒是跑了，我觉得他是死了，不然怎么会抛下乔七？乔七长这么大，赵恒是对他最好的人，那叫一个掏心掏肺的好。倘若恒王真是赵恒，小石头会是皇子，七七乃是世上最尊贵的女子。即便这一切只是设想，我也要想方设法为他争来。七七，娘刚刚说的，你可都明白了吗？将来这些铺子可是要交到你手上。明白了。你个恶毒蠢妇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段家面前！我还正要问你，你们段家还有脸待在京城？不怕旁人指着你们段家的鼻子骂吗？不怕旁人说了吗？你要是再敢胡来，我跟你没完！我们若妾明天可是要进宫选秀，恒王你可知道？
那等人物若是与我段家结亲，哪是你们戚家这些上流之辈能比得了的？那我真的要提前恭贺你家成为皇亲国戚了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我说你呀，好端端的，非要闹什么和离？你呢，原本是商贾之女，命好，嫁给了我儿，有望成为官太太。现如今都被你折腾没了。哼！你一个农妇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不看看你们段家从上到下哪一件不是花我的银子买的？离了我，这般穷酸。你个毒妇，川妇！戚夫人，她可是前几日给官儿做吃食的村妇。她是谁？哼，我女儿。你胡扯！她早就死了。哼！我早就听说你认了个村妇做女儿，就是她呀！哎，大家快来看呐！这个人呐，儿子不要，孙子不要，非得去疼一个小年纪连夫婿都没有就有儿子的野种。我看你，祖母，母亲，你这个你怎敢如此对祖母？况且祖母说的也不错，死等不知规矩的人。齐满月，你来人，将段家人给我轰走，往后不允许他们踏入我们戚家任何铺子。齐满月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走！哎，哼！七七，娘没想到段家人还能留在京城，娘不想让他们知道你的身份，他们必然会找你麻烦。娘觉得我会在意段家人说的话，况且我不想让他们知道真相，更不想和段家有任何关系。夫人小姐，老爷子说前线有消息了，让你们赶紧回去。夫人，小少爷和马夫的儿子在湖心北跑了许久，还一起捉了虫，刨了坑。可是不知道怎么的，小少爷忽然没了兴趣，跑回到院子里来，就在那儿坐着发愣，等着您。奴婢问了好几次，都不吭声。怎么啦？谁让小石头不开心啦？小马哥哥同你讲了什么？跟娘亲说说好不好？小马有爹爹，石头没有。小马的爹爹带他去骑马，我也想让爹爹带我去骑马。小石头也有爹爹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爹爹跟你长得很像，他个子很高，而且他很快就会回来。太好了，我也有爹爹了。未曾查到恒王曾在前线，不过3年前恒王曾在相邻的锦州打过仗，他是否患有失忆症，那是皇家机密，外祖父无从考证。女儿要去见他，怎么样才能见到恒王？娘给你想法子，只要你想见，娘一定让你见着。娘赞同我去见他。既然你认定他是小石头的爹，我们见见又何妨？总归没什么坏处，事情弄清楚最好。小石头总归是他的儿子，他走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怀了小石头了，他已经当爹了。从前他脾气是极好的，可是现在，今日来乃戚家所托，是为给恒王送字画的，请。敢问王爷，
是否与此人的字迹一般无二？是又如何？敢问王爷，是否去过前线的宁燕城？继续。若是您去过宁燕城，那是不是去过宁燕城下的东桥村，待过些日子？恒王这般暴怒，难怪日后被称为暴君。还是不要让琪琪来了。本王不确定。王爷是不是忘记了些事情？若是忘记了，此字帖的主人会告诉你答案。这字帖真不是王爷流落在外时所写？并不是。你戚家诓骗了王爷。那日王爷不知为何要寻此人，我父亲为了保护他扯了谎，还请王爷宽恕我戚家欺瞒之罪。你真确定？王爷的字可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临摹到如此境界的。确定，还要感谢王爷的教导之恩。教导？你是说那人写出与王爷一般无二的字，是王爷亲自教导的？是。他到底是何人？与本王又有何关系？应该是王爷的亲密之人。亲密之人？有多亲密？是男是女？女子。果然关系不一般，难怪王爷从前线回来就变了。他到底是何人？他说他是王爷的妻，王爷是他的夫君。放肆！王爷息怒，他想跟王爷见一面，不知王爷可否允许？若王爷不允许的话，我这就回去告诉他，让他不要再思念您了。您并非是他朝思暮想之人，让他去想想别人。让他来见本王。我怕他胆子小，受不住您的怒火。那要如何？王爷，莫要凶他，莫要吼他，莫要……让他1个时辰后来见本王。只能明日再来。为何？他从小在乡野间长大，从来没见过您这般大人物，怎么也要准备个半日。娘，为何不能是今日？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晚一日又何妨？你就这么着急要见他？我只是想把话早点说清楚。琪琪可不能这么快就离开我。对了，你见到他要规矩一些，别忘了行礼下跪，尊他的敬称。若是害怕，就不说话了。我记得。啊，对了，莫要叫错他的名字，这可是皇家的忌讳。我听说他可是性子最不好的王爷了，身上还有征战沙场的杀气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觉得有娘真好。娘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王爷如此闲情雅致。你是何人？为何见到本王不行礼？那你呢？你可否知道你是谁？王爷如此闲情雅致，你以为我该是谁？看来你把我忘了。
也好。好？你觉得好？不然呢？要是你都记得的话，却还把我抛弃，这还算好吗？你确定是本王？你可知道你左手的疤是如何来的？他怎知我左手有疤痕？是你为了救我而留下的。不可能！你给的，可认识？这是父皇赠予我的玉坠，怎会在他身上？难道还不信？你胸口有刀疤，约莫这么长，左面还有一个痣，虽摸不出来，却能看到。从没有一个人能这般牵制住我，身上的气息就能安抚我头脑的狂躁。他应当是我要寻的人，忘记的人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把你从山上捡来的时候，你就脑袋不太好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昭恒。你呢？你又叫什么名字？七七，从前你唤我七七。七七，七七。等你自己想起来之后，就该知道你是如何毁我婚事，毛遂自荐成了我的夫君的。我真如此梦浪？我在京城待了几日，听闻恒王要选王妃之事。选妃之事并非本王所愿，况且本王不记得有你。本王既娶了你，便不会再娶旁人。可你是恒王，你不记得便不算数。你与本王有过肌肤之亲，不然你不会如此清楚本王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本王的王妃。我想带你去见个人。何人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万一恒王固执己见，不信七七的话该如何？万一七七被人……娘，参见王爷。夫人不必多礼，多谢王爷款待。今日小女叨扰了，我这就接小女归家。也好，本王随后就去。他总要见一见小石头的。王爷能来七府，我府上荣幸之至。车备好了没？回王爷，马车驾！参见王爷，皇上召见。来得好，招得好，快走吧。等我。去！如何了？你和恒王聊得如何？好孩子，你快说，王爷相信你说的话了？信了，还信我的。那就好。我就说恒王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嘛。就是，他有没有冲你吼？
有没有欺负你？有没有拿你出气？那可是之后的暴君啊，怎么可能这么平易近人？母亲是对恒王有什么误解？那他既然信了你，有没有说你们二人之后的对话？他该不会是给了你银钱当做赔偿，让你不要声张吧？他说他要娶我。是娶，不是纳。他想迎娶你为侧妃？不是侧妃。难道是妾？就不同意啊！不受那委屈，你就在家待着，在家也有银子。是正妃。真的？没诓你啊？他为什么要诓我？堂堂亲王娶妻，岂会娶一个对他毫无相助之人为妻？就算恒王口头上答应了，圣上可会允许恒王娶一个身后无任何帮衬的王妃？倘若皇上不答应，恒王如何说也没有用。你可告诉小石头此事。我让他来七府瞧一瞧小石头，但是那一天他被召进宫去了。你等等，咱捋捋啊。他不知道，他把你忘了，更不知道你们二人有了孩子。那他为什么要娶你？他为什么不娶我？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。想这般多做甚？想的再多，我等一介商户还能进宫为七七要个名分不成？不如踏实的等着就是了。是这个道理。倘若恒王当真违背了对女儿的诺言，往后恒王登基，非要强娶女儿做妾，戚家如何能得罪？可会放过戚家，放过戚戚？你说什么？父皇，儿臣今日想起了一些，儿臣应该在那2年成了亲。你说什么？你成过亲？我儿还能成亲？是，那女子今日寻到了儿臣，她本是农家女，如今寻回了亲人，如今视为戚家之女。商贾之女，为你侧妃实在太过。朕看在她曾与你做过夫妻，便允她做你的侧妃。父皇，是正妃，儿臣要迎她为正妃。求父皇成全。你求父皇成全。不回。儿臣终不悔。后日七侍女入宫选秀。谢父皇成全。皇上驾到！平身。谢皇上。那是戚家之女，京城的商户之女。虽门户不显，生的倒是人间绝色。闭嘴！定是听错了，听错了。皇兄怎么可能会对一个商户之女感兴趣？皇上，是否可以开始遴选秀女？开始吧。是。老三，你先来。是，父皇。父皇，儿臣选她，戚家之女。不过是姨母思念女儿寻的替代品，这等女人竟能出现在宫中，装扮的4个妖精迷惑恒王，还被恒王选中。戚家之女戚戚，臣女有事要报。臣女虽指挥使之女崔思玉有事要禀。何事？陛下，臣女要告发戚戚，她根本不配为恒王妃。她配不配，我是你一个小小的秀女说了算的。陛下，戚戚乃我家表姐，她从前是许配过人家的，已非清白之身，怎堪为恒王妃？臣女实在不忍陛下和恒王被她蒙蔽。若你所说为真，也算有功。
可有证据？臣女也告发秀女七七，她早些年已嫁作他人妇，而今家中还有个3岁的幼子。正是如此，这便是臣女要说的证据啊！七秀女品性败坏，妄图欺下瞒上，迷惑恒王，早已嫁为人妇，有了孩儿，竟不知用了何种办法成了秀女，简直就是欺君之罪，罪无可恕。臣女所言句句为真，若有半分虚言，不得好死。臣女也敢担保。陛下，还有如此卑劣的女子？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回禀陛下，段秀女和崔秀女所说属实，民女确实有一子，此时正在家中。这下戚家算是死到临头了。谁让戚满月如此对待段家？这就是你们应得的。哦，如今几岁啊？5日前刚过完3岁生辰。那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恒王。当真？民女不敢有所欺瞒。4年前，我在东桥村捡到一失忆男子，名为赵恒。1年之后，我们2个便结为夫妻。后来，他进京科考，便未回家。离开之后，我才发现腹中已有孩儿。之后，我与孩子相依为命，直到寻到亲生母亲才进京，得知了恒王就是赵恒。去，快去戚家，快去把那孩子接来，快去！遵旨。老三呐，父皇为何没有提前告诉朕？此等喜事，你应该同父皇讲，今日也就没有这选秀之事了。儿臣知错。哼，分明就是不知情，不然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？不可能，陛下，他说的定是假的。他的夫君怎会是恒王？他又怎会如此恰巧救了恒王的性命？皇上，王爷，他定是在欺君。他这般女子，闭嘴！若想死，本王亲自送你下去。想不想见你爹爹？你爹爹大眼睛、高鼻梁，长得是最俊的，可千万别认错了。放心吧，外祖母，孙儿知晓了。娘亲，娘亲，启禀皇上，七秀女的孩子已带到。好多人哦。外祖母说有爹爹，而爹爹是最高最俊的那一个。爹爹，爹爹，爹爹，我是小石头，娘的小石头。老三呐，快把那孩子抱来，给朕看看。好孩子，可让朕好等。来皇祖父这里来。去皇祖父那儿。皇祖父。是老三的孩子，老三小时候就长这样。瞧这孩子，长得与恒王多像，3岁居然长这般高，不愧是我皇家的血脉。告诉皇祖父，你怎知他是你爹爹呢？娘亲说爹爹是最高最俊的那位。秀女七七封为恒王妃，择日与恒王成婚，就恒王有功，功不可没，封为县主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此2人品行恶劣，巧舌如簧，败坏他人名声，无辜污蔑，打20大板逐出宫去，永不得入宫选秀。来人，拖出去！皇上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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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！皇上饶命啊！七七，本王是想问你孩子的事，你那日为何不告诉我？那日本来是要带你来戚家的，是你先有事走了。是本王的错，不记得从前，也是本王的错。终有一日，本王会想起一切的。那我先等着。你当真不同我回恒王府？你打算在恒王府娶我入门，连理都不行？并非如此。王爷，参见王爷。皇上有旨，宣您去书房商量大婚之事。
真好看。姑娘生得鲜艳动人，模样绝佳，正配这鲜亮的颜色。这是给你准备的嫁妆，皆是你傍身用的。娘，有你真好。都是一家人。外祖父、外祖母，琪琪今日出嫁，特前来向你二老道别。孩子，快起！你嫁入了皇家，便是皇室的儿媳，但你永远是我戚家的女儿。王府内皆是规矩，你贵为王妃，为尊为主。若有不敬你的，禀告了王爷，打发了就是。我们戚家虽是商贾门户，没有什么根基，却也算得上京城的富商，银子、商铺皆是你的倚仗。来，到了那边，要孝敬父母，照顾好自己的夫君。但有人欺负你，娘一直都在。你看什么？王爷，该喝交杯酒了。娘亲，小公子，小公子，3日不见，你想娘亲了？本王先去沐浴了。怎么了？是何人欺负你了？小公子近日在府中，可否受委屈？禀王妃，小公子这几日在王爷跟前过得极好，不过是太过思念王妃。小公子最近住在何处？可否单独开辟了院子？这几日小公子都睡在王爷的松风居。他们睡在一起？本是要小公子自己意见的，小公子不愿，非要和王爷同寝，还跟王爷说，他从前都是陪伴王妃睡的，王妃不在，该王爷陪他。然后呢？他同意了？王爷本是不愿的。不过小公子竟哭了起来，哭嚷着要回去找王妃，王爷便抱着小公子入了内室，一同休息了。因为府上来了小公子，王爷的笑都比从前多了些。小石头，你喜欢跟爹爹睡吗？小石头最喜欢娘亲，爹爹和娘亲一起陪我更好。好。他今日不该在此歇息，他有自己的屋室，他是男子，该早早独立。
掌柜的，来碗酒。如今便是一碗酒都要算计着，恐怕用多了家里头就揭不开锅，绝不能再这样了，必须去找戚满月。只要我心诚，必还能重新娶回她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什么事啊？恒王陪着恒王妃来省亲来了。哦，这恒王妃是哪户人家的千金啊？你竟不知？戚家呀，就是咱们京城首富家的孙女儿。戚家，京城首富，那女子不就是个农妇吗？那可不是一般的农妇，那是救过恒王性命的，还早2年就给恒王生了孩子，被皇上封为县主，赐封给了恒王。听闻那戚满月的孩子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可现如今的孩子是他捡来的呀！什么捡来的？那戚东家为何早早将恒王妃封为了少东家？将来整个产业都是他的。若若非亲生的，谁会如此糊涂，将产业交给一个外人打理？就是不知这恒王妃的生父如今在何处啊？听闻好像是叫什么段进士，不知可在京城就职。但听说他可不是个东西，宠妾灭妻，任由家中小妾欺负嫡女，实在不是什么良配呀。此人若是知晓了，怕是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能怎么办？要是我找个大哥跳了，回来做甚啊？是不是？就是。来，喝一个。干杯！哎，这位客官，你钱没给呢。穷酸样儿。前2日恒王大婚，我本想去驿官，可是你却拿家事将我困于家中，你到底是有何事隐瞒于我？恒王大婚与我等人家有何干系？所以你是知晓恒王妃就是戚家女，是戚满月的女儿，对不对？表哥，你糊涂了。戚满月哪里有女儿？她女儿早就死了。哼，别叫我表哥，你如此诓我瞒我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若那恒王妃真的是我的女儿，我自然是要认回女儿。怪不得戚满月如此着急地回了京城，急于和我撇清关系，但是又没有杀我，到底对我还是有些情意。表哥，你千万别冲动啊！你若是到恒王府认亲，恒王责怪你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刁妇，胡说什么？我乃恒王妃的父亲，我是他的亲生父亲，骨肉血亲，他怎么能真的与我过不去？辉儿，什么过不去啊？母亲怎么来了？快说。什么过不去啊？母亲，儿有好消息告诉你，戚满月的孩子并没有死，活得好好的。没死？他那么小被丢在山上，不是应该早就没气儿了？他如今可富贵得很，是恒王妃，是皇上的儿媳，乃皇亲国戚呀。那岂不是当今圣上与我段家结成了亲家？当真恒王妃当真是那孩子？十有八九就是。那你可有去认亲？他原来是被哪家收养的？儿啊，你要好好的同他解释，就说是戚满月，是戚满月那个贱人嫌弃他不是儿子，故而偷龙转凤，调换了他。戚家，她就是戚满月寻回的女儿，她故意瞒着我们，说那是养女，故意不让我们家与她相认。戚满月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村妇怎么会是他呢？若不是那孩子，戚满月怎么会如此平静？要不然会让我们全家陪着那孩子陪葬。
不行，儿啊，你得去认亲，她毕竟是你女儿啊，也是我的嫡亲孙女啊。她期满月，现在肯定是瞒着真相的。若是那孩子知道我们因为期满月落到如今的地步，肯定会于心不忍，帮衬你们的。不过这天底下哪有儿女真的责怪父亲的？我儿说的是，他堂堂一个王妃，定会扶持咱家，扶持我跟父亲的。说的对，你可是他哥哥呀。他若是在戚家，上无兄弟，下无姊妹，自己一个人没人帮衬。若他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，还有个妹妹，肯定会帮衬你们的。只是他真的不会怪我们吗？且等着吧，若非我们，他怎么会有那一场造化会和落难的恒王相遇？他应该谢谢我们。祖母说的是，祖母说的是。若他不肯认我们，且等着被别人指着鼻子骂不孝女。和王妃干系段家，血脉亲密，回到段家，我要跑，远离这疯癫的一家子。下官中书舍人拜见王妃。不知若是母亲和外祖父、外祖母瞧见了他伏低做小的紫檀，会作何感想？当真和齐满月生得像，她定是我的亲生女儿。王妃，可否认得下官？本妃凭何认得你？王妃，我是你的父亲啊，是齐满月还不让你和我相认呢，对不对？齐满月痛恨我纳妾，和我和离，他还独自寻到了你，还阻止王妃和下官父女相认，实在是可恶至极呀！若是旁人知道王妃是下官的女儿，是书香门第，定不会遭旁人造谣说王妃粗鄙呀！王妃，为父苦苦寻了你10多年了，一无所获。王妃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！你想如何？下官自然是要和王妃父女相认的。王妃从前受苦了，是为父没有照顾好，都怪为父啊，都怪为父没有照顾好啊！为父会加倍偿还的。偿还？不知段家人有何物能够偿还？想必段大人也没有什么能偿还。若非你娶了戚家女，你怎会有钱财科考至今？更不可能考上今年的进士。王妃，这都是旁人一派胡言呐！本官考取进士，和那戚满月一介农妇有何干系呀？你说无关就无关吧，没有人比你心里更清楚。王妃，为父为了寻你，寻了很久很久，今天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要父女相认啊！谁说你是我的父亲？下官觉得王妃和我丢失的女儿极像，太像了。世间相似之人常有，而且我听说段大人的女儿早就死了，还是被你和你的宠妾合谋害死的。已死之人如何活？没有，下官没有害她，都是那朱姨娘，一切都是她，我也是受人蒙蔽呀。哼，怕你的孩子和本妃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你的儿子段若书，他和本妃有关联。他曾经害过本妃，还杀害过旁的女子，应该是治砍头大罪。但是我前几日却听闻他还活着，应该是段大人所为。你说本妃该如何处置？王妃，下官不知道王妃在说什么，下官听不懂啊。本妃说，像他那等畜生该死。
像你这种虚情假意、纵妾杀女的坏人，更该死。你说我该如何处置？斩立决还是五马分尸？哼！来人！王妃，我这就退下，我这就滚，我这就滚，我这就滚。为什么母亲当初面对如此恶毒之人，竟能生出喜欢？那人是段伯辉，可是你的父亲。对于王爷而言，什么是父亲？他对我来说，不过是仇人。嫁给世间双亲在世者，不仅要相夫教子，还要伺候公婆。所以我不愿嫁给他们，选择了无家可归的你。像段伯辉这种无情寡义的人，受到了戚家的帮衬，却不懂感恩，抛弃弃女，天理难容。如果等小石头长大，我还没有找到你，我是绝不会让他认你做爹爹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七七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七七，再等等。方才本王听到，那段伯辉之子曾欺辱过你，他如何？想要什么有什么。他欺负了你，本王替你报仇。当初为了进京去寻你，家中银钱花尽，我与小石头相依为命。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些，我就去段家打工。没想到段若书对我见色起意，他对我动手动脚，他还把我的衣服扯开，是你离开前置办的，很破，衣服一撕就开。别说了。他扣着我的胳膊，搂着我。别说了。我那是怕他，极怕他。但是他只是日日想清闲的贵公子，力气还没有我大。血他满脸的血，哭着叫着。七七很厉害，比本王要厉害得多。是吗？可是我打了他，段家人全都是向着他的，他们都想取了我的性命，为他报仇。他们对你做了什么？也就挨了几鞭子。谁让打的？我娘。他那时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儿，只以为段若书是他的儿子，不清楚是朱姨娘把孩子调了包。后面母亲发现了真相，就把我带到了京城。七七，本王从第一眼见你便想把你留在身边，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本王会一直保护你的。我才不相信你的承诺呢。本王不许诺，本王会让所有伤害你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没钱喝什么好酒？滚蛋！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我可是恒王妃的亲哥哥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段若书啊！不，
我不是段若书，你们找错人了。该死！看我不杀了你！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啊！发生何事了？段若书被伤了根。男子的，正如夫人所想，段若书如今正卧病在床。听闻昨日去墨香楼喝酒，回来后躺在了门前，浑身的血。听闻是去喝酒睡花娘子，没钱，这才被管事给剁了。好，也让他尝尝被人欺负的滋味。哼！对了，我让你在恒王府附近看的宅子如何了？都已安排妥当。夫人，这还有一事。前几日段大爷找上了王妃，说要认亲。哼，我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倒沉不住气了。近几日一直扑在西七的喜宴上，竟把这茬给忘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主动找上门来，真是嫌自己命太长了。怎么办？这可是我唯一的孙儿啊！我的孙儿怎么能没有根呢？没有根的男人叫什么男人？辉儿，我们段家没有后了，没有后了呀！都怪你！没能好好的管教他，夜里纵容他外出，他怎么会弄成现在这样？你这个当娘的是怎么做的？我看你就是想害死他！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，把我的孙儿害成现在这样？我的孙儿，戚满月，一定是戚满月，是他早就不想让我们好过了，一定是那个贱人，他要毁了我的儿。你闭嘴！要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会流落到此啊？你胡说些什么？你唯一的儿子现在躺在床上，你还在这里大呼小叫。母亲，你还训斥自己的儿子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！要不是当初你和朱姨娘合谋换走了我的女儿，戚满月怎么会和我和离？还带着所有的银两离开了我。还有，他险些欺辱了自己的亲妹妹呀！他要是安安分分的，怎么还会被人弄了根呢？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！孽障！你怪我，我为了你好，你现在在怪我。我活着干什么？我活着干什么？姨母，我错了，母亲，我都怪你，杀千刀的都是你的错。辉儿啊，母亲理解你是气急了才会这样，可是段家要绝后了，以后该当如何，你心中可有计较？计较是戚满月，我万万没想到她竟是这样狠心恶毒的女子。若书啊，可是她亲自养大成人的，她竟然能将若书的儿啊，你如今没了儿子，郭婷兰也走了，我们段家要绝后了，以后谁来帮你呀？
你要想想别的法子。娘都替你想好了，舒儿已经是废了，可你能再生一个儿子，你身子骨好，正值壮年，如何不能生？再生一个儿子，我们将他抚育成人，将来科举高中，那时我段家才是真的好啊！人，娘都替你安排好了。就在今晚，我拖住姨娘，你……母亲放心，孩儿明白。大人，妾身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你以前可跟过男人？大人是第一个。你混蛋！若叔还在床上躺着，你竟敢如此，如此在家中胡来！你有这个闲钱，为什么不拿出来给若叔买药啊？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般的父亲？你就是个姨娘，你真以为你是我的妻子，还对我指手画脚的？你给我滚，滚出去！我为你生儿育女，我给你操持整个家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竟如此待我，你如此待我呀！我儿子还在床上躺着，你夜里闹出这种动静，是在往他心口上扎刀子，你还拿我女儿去换你这个小妾！段伯辉，你不是人，你是个畜生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娘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们家现在没有钱，若嫌一个女儿家的，顶什么用啊？还不如送给人当丫鬟，以后若是生了孩子，可以报给你养。还想生孩子，谁都给他生不了孩子。哼！娘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回夫人的话，段伯辉已深信我是清白良家妇人，当场斥责打骂了朱姨娘。段老夫人亦是如此。不愧是墨香楼的头牌，手段果然厉害。对了，朱姨娘给你的任何吃食都不要使用。明白。那夫人先前允诺的，待我大事告成，我自会给你赎身，而且还会给你比丰厚的盘缠，供你跟腹中的孩儿好好生活。多谢夫人。恭喜恭喜！这位夫人的确有喜了，看着是月女，夫人身子极好，尔等啊，平日多加照顾，数月后定能生下康健孩儿。多谢多谢，菩萨保佑保佑，我段家又有后了。有了，有了。多谢不送。
轻点儿，轻点儿。轻点，轻点。娘，如今我们段家又有后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就说我儿身强体壮，怎么会让妻妾生不出孩子呢？想来都是他们无用。他期满月生了个女儿，肚子就再没动静。还有朱姨娘，只生了一儿一女，当真是无用，浪费了我儿的力气。娘，以后我段家传宗接代，就靠你了。全是老爷厉害，老爷曾答应过妾的，说妾能有孕，为老爷生下孩子，就许我正妻之位的。那是自然。我这就去准备。当是如此。抬你为正妻，写入我们段家的家谱。不可！表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要让这个贱人当你的正妻？哼，有何不可？凤儿知书达理，只不过是现在家中落魄了，才会沦落如此。而如今，凤儿是我的妾，还怀了我的孩子，她便是最大的功臣。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怀孕，她更不可能怀着你的孩子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妾也给表哥怀过孩子，一儿一女，妾陪了表哥10几年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表哥难道就这样舍弃了妾吗？你这个泼妇！我要不是念在你为我生了一双儿女，我早就将你赶出了家门。你本身是妾，入了府，再如何，你也是妾。妾，我是妾，我生不如妻满月。可他呢？他哪里比得上我？更何况，他腹中是否有孩还另说。你这个泼妇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够了！吵！哎呀，辉儿，扶我进去休息。娘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吵！表哥被我下了绝丝药，他怎会怀孕？姐姐就这般见不得我有老爷的孩子。孩子不是他的，是不是？是外面的野男人的，对不对？姐姐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妹妹怎么听不懂啊？贱人，老爷怎么会看上你？凤儿，老爷莫急，都是凤儿的错。凤儿，别怪楚姐姐，都是凤儿的错。快起来！没事就好。有老爷在，给你做主。都是凤儿的错。你这个妒妇，你就这般容不下她？她腹中怀的可是我的骨肉，若她有事，你就滚出这个家门。现在留你在府上，还是看在你在府上给我生过一双儿女。若你再不安分，我定将你赶出家门，让你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。我扶你回房休息。胡闹！慢点啊！这情景为何会如此相似？夫人，老爷，不关夫人的事。夫人快起！没事吧？胡闹！为何这般巧？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？既然你们不认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今日是我一时糊涂。这桌菜也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姨母还
还有表哥能够原谅。知错就好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莫要再生了嫌隙。母亲说的对，以后啊，你要多帮风儿，等孩子出生，照顾孩子还得靠你。表哥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姨母，母亲，哎，风儿，朱姨娘给你的任何吃食都不要食用。母亲，吃菜。你也吃。吃。风儿，吃菜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辉儿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，断肠散的滋味好受吧？我为你们段家生儿育女，可有半分做得不好？你们害得我如此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杜甫，你这个贱人！贱人！你怎么没事？我段家的骨血还在。他腹中的孩儿，可与你段家没有半分关系。齐满月，你怎么会？你们认识？是你安排的？聪明。这场戏从风儿入府便开始了。表哥，你以为你还能有后？我早就在你的茶水里下了绝嗣药，你们段家绝后了，绝后了！段家待你不薄啊，你竟如此狠毒！你这个贱人，去死！去死！去死！你们段家能有今日，都是你们贪得无厌，咎由自取。母亲于你而言，并无养育之恩。你在戚家不过半载，他们对你做了的那些事，你不该轻易原谅的。从前没有人疼我，就连养育我长大的祖母也不喜爱我。我从前嫁给了你，你又跑了，留下我一人。东桥村的家很小，不如联谊院大，房子很破旧，碰到什么天灾，我和小石头就会无处安身。要不是我有身孕，我早就跟他走了。七七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七七，都是我的错。之前的事，我想起来了。七儿，看到你如此幸福，娘很是欣慰。但愿这不是一场梦。可就算是一场梦，
娘也想一直活在梦里，看着你，护着你，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